达摩大师有多伟大？为了唤醒大反派三藏的善心，竟然接二连三吃下剧毒的饭菜。最后一步到花甲之灵，早早的前去西天向佛祖报道。这是达摩最巅峰的时刻，偌大的中原没有一个角落不沐浴在大乘佛法的光辉之下。无论是南梁还是北魏，都对他万分敬仰。老皇帝年事已高，太子是坚定的达摩拥护者。三藏身为达摩的死对头，用尽千方百计也难以对抗。可偏偏在此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，给了他机会。阿斯是个善良姑娘，天真到大反派都于心不忍。而三藏不知道的是，这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。三藏年轻的时候和公主有过一段短暂的爱情，后来贪图权势，导致对方弃他而去，女儿阿斯也就下落不明。就连公主后来也失去音讯。只知道女儿的身上有莲花印记，可能是因缘际会，阿斯竟然跟达摩徒弟认识到了一块儿。一次意外让达摩看到了印记，大师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借此机会，达摩大师准备完成最后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度化留之三藏。三藏邪恶非凡，如果能将其度化，必定是大功德一件。阿斯身为他的女儿，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。三藏这老家伙贼心不死，派人在达摩的饭菜里下毒。小伙子心地善良，本来是不愿意的，但反派太过歹毒，绑架了他一家几十口人。为了家人，小伙也不得不违背良心。达摩中毒之后，他也直接切腹自尽。很快，达摩中毒疑似死亡的消息就流传开。饭店里吃饭的路人纷纷讨论，这肯定是三藏干的好事儿，除了他，没人这么坏。眼空路过听见后大发雷霆，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。而三藏本人呢，现在正虔诚的朝圣，装样子给旁人看。等来到荒无人烟的野外，立马坐轿子赶路。达摩死了，他肯定要去啊，却不曾想达摩功力深厚，竟然在毒发之后捡回一条命。等到三藏赶到，看见安然无恙的达摩，瞬间大失所望，被狠狠嘲笑了一番后，带着手下气冲冲跑路。三藏辛苦一辈子，背信弃义，无恶不作，就是为了在佛门闯下名声。可现在信徒全被达摩抢走，不由得感到不公。佛祖实在太残忍了。三藏气得三尸神暴跳，路边却忽然出现了女孩阿斯。一番交谈之后，三藏把天真无邪的阿斯带回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感觉对方很亲切。另一边，小四知道此事之后，询问达摩为什么要送羊入虎口。达摩微微一笑，三藏肯定不会伤害阿斯的，毕竟是血浓于水，他不伤害不代表不去利用。达摩吃了一次毒药没事儿，那就再下一次毒。阿斯乐乐呵呵，提着饭盒就去找达摩了。而半路，达摩就使出意念分身，早早发现了这一切。他现在很是纠结，到底要不要吃下有毒的饭菜度化三藏？因为刚中过毒，达摩的身体很是虚弱，再吃下毒药，说不定就真完蛋了。但为了阿斯，达摩还是舍己为人，吃下了饭菜。小四在一旁泪流满面，可却不敢开口说话。吃了饭菜之后，达摩果不其然的吐血，变得越发的虚弱。为了拯救达摩，小和尚激光，也就是二代祖慧可，不惜违抗皇帝的命令，下山找人相救。三藏知道了大发雷霆，点齐兵马就准备去半路拦截。阿斯也跟着一起，半路上恰巧遇见寻找女儿的公主，只是打眼一瞧，女人就确定了对方是自己孩子，心中顿时百感交集。慧可下山之后，找到交好的太子，直接在皇帝面前告御状，控诉留之三藏的罪恶行径。原本皇帝是不相信的，但随着公主的加入，局势瞬间两极反转。公主自曝和三藏的爱恨情仇，让皇帝彻底认清了国师的真面目，差点气得当场去世。而另一边的达摩，因为眼空之前的谋划，又一次陷入中毒状态，接二连三的挑衅，毒药神威，达摩哪怕是铁打的身体，也要被腐蚀殆尽。皇宫之内，老皇帝却要先一步撑不住了。本来年纪就挺大，加上这一气，直接驾鹤西去了。太子含泪继承皇位，现在轮到他掌权，那必须对三藏重拳出击。但朝廷里都是对方的爪牙，小皇帝刚登基，势力还是稍微弱了点。为今之计，还是得请达摩出面。身为当世第一佛陀，达摩的影响力无与伦比。他所讲出的话，在某些人心里比皇帝还管用。于是，在公主大姐的策划之下，一场别开生面的辩经大会在皇宫里举办。
双方都是浸淫佛学几十年的高僧，对于佛经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。但三藏始终放不下功名利禄，和达摩一比，瞬间落入了下乘，更别提小皇帝明显的偏心。三藏一直是他的眼中钉，不支持达摩支持谁？三藏言辞激烈，大肆输出霸道观点，而达摩则微微一笑，提出家业拈花一笑的经典故事。一招定胜负，三藏气呼呼走了，但他的手下们却还心有不甘，又一次准备下药。这群人已经给达摩下了好几次毒药了，达摩也不是完全不知道，但为了感化邪恶的三藏，还是硬撑着身体吃下去。他又不是大罗金仙，即便法力高强，也逐渐快撑不住了。厨房里几人正在煎药，这是给达摩补身子用的。敌人趁此机会悄悄溜进来下毒，这一次要是喝下去，达摩可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所幸几次前车之鉴让众人有了警惕，慧可直接以身试毒，他年轻力壮，怎么也能撑一会儿。然后果不其然倒地上了。窗外的坏和尚咬牙切齿，叫你多事。达摩这边惊慌失措，三藏却也没能落得了好。小皇帝一道圣旨，就让他乖乖进殿。这一刻，皇帝已经等了太久。10年之前，他还是太子殿下，被这可恶的刘知三藏加害，不得不四处逃亡。眼看着朋友一个个死去，别提有多愤怒。整整10年的乞丐生涯，被太子磨练得无懈可击。正所谓10年磨一剑，就是等今天。现在他是皇帝了，赐手下一杯美酒不过分吧？就问你敢不喝吗？三藏全身战栗不已，徒弟眼空更是破口大骂：皇帝是你能随意侮辱的吗？三藏直接给了徒弟一巴掌。大势已去，即便是他也无力反抗。即便三藏武功高强，但皇帝早早就埋伏了一群精兵悍将。正所谓以多咬死象，怎么也能打得不分上下。三藏准备束手就擒了，但临死之前，他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放徒弟一马。一切坏事都是他干的，跟眼空无关。可眼空又怎么能乖乖低头呢？三藏对他如师如父，今天就是报恩的时候。侍卫们如临大敌，眼空猛然一出手，直接抢过毒药喝了下去。今天就让他替师傅去死吧！三藏痛哭流涕，即便作恶多端，可他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类，怎么能不心痛？皇帝姐姐有些心软了，三藏是他老相好，两人还有一个女儿，现在对方这么惨，他便请求皇帝饶三藏一命。小皇帝的掌权，女人功不可没，也就暂时放三藏一马。老家伙望着心爱的徒弟，别提有多伤心了。而公主在此时则找到了达摩。三藏罪孽深重，还需要达摩大师的度化。达摩却微微一笑，他时日不多了，度化三藏的事情还需要公主和他的女儿。阿斯此时找到悲伤的三藏，女儿心地善良，看见眼空去世，也是不由得悲伤。三藏对于这个收养的义女也是很关心，但公主的到来犹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把三藏逼疯了。阿斯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是他在出生时妄想弄死的女儿。三藏罪孽深重，顿时绷不住了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女儿名字，一边发疯哭泣。阿斯母女见状也是手足无措，晴天霹雳直击心灵，三藏彻彻底底的疯了，一头乌黑的头发变得血红，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眷恋。另一边的达摩也即将圆寂，接二连三吃下毒药，哪怕以达摩的修为也是扛不住。临走之前，他向自己的2位弟子交代了后事，让他们谨记佛门教诲，然后就化作万丈白光，涅槃飞升。达摩的一生从天竺开始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，遇见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，期间他爱过恨过，可最后却还是化作对佛祖的羞耻。于少林寺闭关9年，最终名扬天下，也算是没有辜负禅宗祖师的厚望。收下的弟子慧可更是佛门新的未来。达摩的圆寂，北魏上下无不哀伤，小皇帝更是动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安葬达摩。而在这漫天的纸钱里，疯疯癫癫的三藏却突然窜出来大吼大叫。女儿阿斯怎么也拦不住，达摩的去世，他这个死对头也是接受不了。安葬完达摩，公主也要启程离开了，毕竟皇帝都换成他弟弟，他又怎么会是孤身一人？临走之前，公主拜托小四好好照顾阿斯。纵观全剧，小四才是最终赢家，不仅安然地活到最后，还抱得美人归。虽然他也是达摩的弟子，但始终没有剃度，轻轻松松就可以还俗，然后成家立业。小树林的另一边，疯疯癫癫的三藏甩着鞭子，大抵是真疯了。
阿斯依依不舍地和老母亲告别，准备跟小四开启新的人生。可忽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来人大喊着他见到达摩了。两人很是震惊，原来这是皇帝派去出使西域的使臣，在佛陀的故乡天竺看到了达摩大师，这才激动地回来汇报。小皇帝人都傻了，大师的尸体他亲眼看着下葬，怎么会出现在天竺？可手下言之凿凿，甚至拿性命担保。皇帝也觉得开棺验证，暗无天日的棺材透过一点金光，众人紧张不已。待到完全开启，里面哪有大师身影，只留下一只闪着金光的鞋子。小四面露微笑，大师不愧是大师。众人齐齐高呼：达摩授予天齐！阿弥陀佛！郊外的一处小树林，一队人马敲锣打鼓，不知道在庆祝什么。达摩弟子慧可拄着法杖缓缓经过，他秉承达摩教诲，要将那大乘佛法继续发扬光大。在慧可越来越远的身影背后，达摩大师悄悄显露身形，他已然成为佛陀金身。中原传法的任务就留给弟子慧可了。禅宗发展壮大，达摩祖师的威名也将永远流传下去。好了，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